你把它混在一起谈，只会让民众有一种错觉，他今天如果被法律制裁了，那是不是因为他操作 CPR 这件事？Hello， 大家好，我是93先生，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嗨，我是晶晶，大家晚安。晚安。今天会是我们回答 Q&A 的最后一集。接下来的这几则留言提问呢，问题类型是比较杂、比较广的。首先呢，是跟缓降机有关的提问。那我想在1个月前，大家可能也有点印象，就是辅大医院发生一个在做消防演习时的意外。就有一些伙伴有留类似的提问，希望我们来聊聊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其实在第148集有跟大家介绍过缓降机，也有提到了我对于缓降机的看法。我第148集里面谈到的内容，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评论跟看法了。我的答案很简单，今天我们花有限的时间做消防的演练跟训练，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观念需要去学习。缓降机它绝对不是一个最优先、最急迫你最需要学的事情，有很多替代的办法可以取代缓降机的功能，只要应变观念做法正确的话，很少会有在火场中非得使用缓降机的机会。这个案子我也从来没有去讨论或是去分析说它到底今天为什么会掉落，它到底哪里做的不对，因为我觉得练习用缓降机这件事情本身就有问题。再来下面一个关于也是缓降机的提问。那他问到的事情是说，我们在操作缓降机的时候，翻过那个女儿墙，有没有这种平台空间可以让我暂时站立？就法规层面来讲呢，有一条是关于避难器具的下降空间规定是必须要净空的。蛮有道理，这个我可以理解，净空是必要的。对啊，因为他就是怕说你在下降的过程当中，被什么东西给阻碍到，这个突出物会不会去磨到我的绳索，减少我绳索的寿命，在我使用过程当中反而制造危险。法规上它其实有其他的实际考量，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们谈完缓降机的提问之后，我们要来聊聊这几个是关于急救相关的提问。这个事情我们要把它拆成2个阶段来看。首先第一个部分，任何人都有资格去操作 CPR。 对，因为都比没做好啊。倒下去开始只有4分钟的时间可以防止脑死，超过这4分钟再去做 CPR 这件事情的话，那个救活率就已经是降到1半以上。这个新闻案件当然它现在造成一些质疑跟争议，但是你质疑他没有医疗身份去实施 CPR， 那坦白讲就是你的观念自己本来有问题。本来你操作 CPR 以及操作 AED 就不需要任何的资格，我们只谈你有没有那个勇气。那第二个部分，你如果去质疑他的身份有问题，他为什么会去冒充去自称自己有义消的身份，这部分是可疑的，是可能违法的。他的一连串行为当中，确实有些地方可能触法，有触法那就是查到底，该怎么做就怎么办。但是希望让大家明白清楚的事情是，这个人可能会因为造假身份，因为伪造文书而受到处罚，绝对不是因为他去操作 CPR 而受到处罚。你把它混在一起谈，只会让民众有一种错觉，他今天如果被法律制裁了，那是不是因为他操作 CPR 这件事？就还是老话一句啊，因为我们都很鼓励民众去学 CPR， 可是你不要想说要为了救人，你先想万一你家的人倒下去的时候，你会不会做这件事情？对啊，没错。那再来下一个也是跟救护相关的提问。三角巾可不可以代替止血带？第一个问题答案是不行，因为2个磅数差。是的，我们之前有一集在跟大家介绍止血带，其实这个是早期的观念，会觉得说你用一条手帕，然后加上一支笔或是筷子，可以做一个叫做急造止血带。好，那但是现在的这个医学研究，实证医学已经告诉我们了，你用急造止血带其实会有反效果。那第二个事情，他说他是想要在这个紧急避难包里面也准备三角巾，我们其实也是有在避难包里放三角巾。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不会打旋力带的话，那我觉得可以不用准备。
我们在避难包里面放三角巾的目的，因为我们两个都刚好有这样的技能，所以我多准备这个其实不是太占空间的东西，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帮助我们自己。那你说是一般民众的话，你对三角巾其实可能包扎方式很陌生，那其实你准备它意义也不大啦。那它不是个必备项目，你可以自行斟酌一下。接下来剩下的一些问题呢，是无法分类的杂项有关。这位伙伴他会很认真的去查他自己家附近的避难所，我觉得这一定要先给一个鼓励一下，很厉害耶。但是呢，就是我认为他可能有某个地方观念搞错了。避难收容处所，它的功能是收容避难者，所以他说呢，对应水灾的里民活动中心，对应赈灾的防灾公园，其实就我知道是没有这样子的规定跟对应关系的。没有人说防灾公园它就是拿来因应赈灾然后其他的灾害不行。对啊，因为如果要这样子分的话，那一次高雄气爆不就没办法去用这些避难中心收容所吗？这些避难所他们的功能都是一个，就是让这些受灾户可以安置所以呢它其实不会有这样子的分类啦。接下来下一则留言，那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战争备战不是我的专长，我专长的事情是消防，是火灾，是地震应变这些东西。那战争是它也是一个灾难没错可是我觉得它跟我的领域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有些部分可能当然会有点重叠啦。大家在讲到备战准备时，其实会谈到紧急避难包。好，但是你要我针对这种灾害类型的特性去讲它独特的地方，或是一些经验分享，很抱歉我就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会在下个礼拜特别录一集，跟大家说明一下我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以及建议。我们用防灾的角度去谈各种类型的灾害，灾害种类有这么多，我们也很难每一个都做到因应。那他们有哪些共同点？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可能可以有相同的原则的？今天总算把环岛期间累积的提问全部都给回答完毕了。那么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大家会想要看我们做什么样主题的直播呢？欢迎留言。那今天就到这边咯，下次再见，拜拜。当时我们的教官他就跟我分享一个故事，他说呢，他的父亲其实是死于心肌梗塞，就是他有一天呢，就忽然间呢，邻居跑过来跟他讲说他爸爸在杂货店里面倒地了，然后于是他赶快冲到杂货店里帮他爸做 CPR， 最后他爸爸还是走掉的。他说他这件事情过后，他其实心里是很放松的，因为他知道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而不是说今天他有机会可以帮他父亲做更多事，而他没有做，纯粹就是他父亲时候到了，所以他心中完全没有任何的愧疚或是遗憾。做好准备，除了让你生活好过一点，存活几率高一点，某种程度也是在让你的心里会有更好的安慰。你不会在日后午夜梦回，一直去回想，万一我当时有这么做，结果会不会不一样？